注意看，前方一位摩托老哥正用接近200公里的时速在车流里面穿梭，阿 Sa 不甘示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被逼急的老哥直接开始展示罗文刚八字，从车缝中钻了过去之后油门焊死，只是瞬间便将阿 Sa 远远甩开。但面对马修斯，他今天能否成功消星呢？警灯一开，悠哉悠哉，赶快去拿纸，蹲下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 GSP 佐治亚州掌心最快的阿 Sa 马修斯再次登场。他发现这条高速上有一对摩托老哥正在休闲骑，嘴里还在时不时的嘟囔着要去厦门打丽丽，也不知道丽丽怎么得罪了他们。于是阿 Sa 立刻开灯，示意他们靠边停车。没想到的是，当他们看见了氛围灯，反而更加兴奋。没有想到，这2位老哥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还玩起了双人成型，搞得阿 Sa 都不知道自己该抓谁。这时前方出现了大堵车，这对于阿 Sa 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2位摩托老哥并没有受到影响，依旧一路向前。阿 Sa 立刻变到最右侧的 VIP 车道，你过你的独木桥，我有我的氛围灯。还好这里并没有因为堵车而被占用，这样一来，阿 Sa 的速度甚至要比钻车缝的摩托老哥更快，搞不好还能直接去他们前方进行拦截。就这样，阿 Sa 一路超车来到了堵车的最前方。原来是前方出现了事故，队友将这里封了起来，而阿 Sa 果然比2位摩托老哥率先到达，现在准备守株待兔，直接将2位老哥拿下。但叫阿 Sa 没有想到的是，看见了氛围灯在前方，一位老哥直接在车流里面掉头开始逆行。阿 Sa 还在想该如何应对时，另一位老哥却是选择油门焊死，和阿 Sa 硬刚。好，这下就没有选择困难症了。既然敢和阿 Sa 硬刚，倒要看看这老哥是什么水平。阿 Sa 没做任何犹豫，一脚油门就跟上了老哥。感受到了来自阿 Sa 的压力，这老哥立刻开启了全速，怕什么怕？好家伙，没有想到这个全速怕什么怕只是虚晃一枪，骗过了阿 Sa 之后，老哥才开始了真正的加速。此时掉完头的阿 Sa 已经是连老哥的尾灯都看不着，但能成为掌心最快的阿 Sa 又怎么会让老哥如此轻易的走掉？一脚油门穿过了一众 NPC 后，很快便再次锁定了前方的老哥。我他妈来了！阿 Sa 一脚油门超过老哥，充分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对方并不搭理，并且再次掉头。阿 Sa 已经有了多次可以贴的机会，但可惜不能对摩托执行 PIT， 只能尝试横切将他挤进沟里。这种规定，如果遇见了一位不想投降的摩托老哥，阿 Sa 很难将他单吃。就像今天这位，前进的路被阿 Sa 封死，他就绕了一大圈再次加速。眼看老哥如此冥顽不灵，阿 Sa 也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向队友求助。要说这老哥已经来回掉头了3次，但是3次都没能将阿 Sa 甩开，看来这位阿 Sa 的技术又有所提升。而要知道，一般的摩托大佬根本不会整这些花里胡哨，哪里会像这般带着阿 Sa 到处绕，一般都是上来就用速度将阿 Sa 直接拉爆，要不了分分钟就能轻松将阿 Sa 给甩掉。而这番话仿佛隔空被老哥给听到，前方左转上了高速，就听见了引擎的咆哮，这个速度超出了阿 Sa 的意料，赶紧打开战力表看看是什么情况。没有想到这位老哥居然是位5星大佬，看来是有点技术在身上的，所以才会如此头铁。而在上了高速之后，阿 Sa 车里的雷达显示老哥的时速已经达到了240公里。好在老哥所驾驶的车并不是公升级，老哥的座驾是一辆铃木 GS-XR 600，这款车搭载水冷直列4缸发动机，最大马力102，最高时速只有260公里，这个速度阿 Sa 还能争取一下。在阿 Sa 的一阵全油输出下，速度已经达到了230公里每小时。虽说没能缩短和老哥的距离，但也并没有被拉爆。此时老哥就在前方道路的尽头，距离大约在300米左右。面对这种情况，阿 Sa 不敢放松一点。而此时前方的 NPC 突然多了起来，看着尾灯越来越近，阿 Sa 松了油门，前方的老哥似乎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果然，阿 Sa 靠近一看，虽说老哥在左右超车，但速度却是慢了不少。阿 Sa 立刻借助这波机会缩短了距离，眼看就要靠近老哥之时，他却是直接向阿 Sa 展示了自己的罗文刚八字。这波操作确实漂亮。当阿 Sa 完成超车时，老哥再次
去到了300米开外，而且距离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快便连老哥的尾灯都看不着。大晚上的拉扯了这么久，两人的精力居然还能这么好，肯定是昨晚枕着神奇小鹿人体工学深睡枕，科学分区配合太空记忆棉，又大又软，舒适度拉满，保管你沾枕就秒睡。类似的高端枕头300-400往上走，显然还是小鹿更胜一筹。198块钱，好睡又不贵，曲线超绝，分区也够科学，往上一躺，脖子肩背各就各位，配合加宽加大枕面，随便怎么滚怎么睡，头肩颈都在一个水平面，侧着刷手机也不压肩背，整套亲肤又透气，谁睡谁知道。里面升级的太空记忆棉更是5星用料，慢回弹，支撑足，老哥睡在上面，头颈就能自动抬升到合适的高度，枕走压力，瞬间满电，什么实力无需多言。朋友们养好精气神，才能猛猛踩油门，所以选个好枕头真的很重要。那些个发黄扁塌的，躺上去脖子悬空，一晚上肌肉紧绷，时间长了颈椎迟早要遭殃，赶紧换上小鹿，一共2款4高度，喜欢的老哥速速上车，评论区领券，到手更划算，才100多，还送保价预险，想2年内开业免费换新，想自用送人的都别错过。匹配了这么久，这么大的差距还是头一回，这一下哪怕是强如马修斯心里也没底了。出场3次连涨3星，看来今天不败的神话要就此终结。到目前为止，马修斯还未尝败绩，所以此刻的他并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毕竟6星阿瑟的称号来之不易。现在和这辆道奇充电器一起拼尽全力，看看能否有机会反败为胜，创造奇迹。240公里的时速，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在看不见尾灯的情况下，阿瑟在这条路上继续跑了5分多钟，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却始终没能看见老哥。看来今天这个星级是要保不住了。果然，有的时候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总有一天会再次大鹏展翅。永远保持最好的心态才是制胜的关键。正所谓人生得意，这不是老哥吗？没有想到峰回路转，居然在前面再次碰见了老哥。而此时拉扯了这么久的老哥，速度明显不如刚才。看来不是发动机过热，就是剩余的油量不多。毕竟光是匹配过后就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这还不算老哥和其他人休闲骑的时间。只不过这老哥一直都在高速上，没有换路，倒是叫人意想不到。老哥也是欲哭无泪，他自己的头铁就算了，没想到这阿瑟的头比他更铁。本来以为自己早就已经消星，所以就没有离开高速，没成想遇到一个还没输过的阿瑟，根本不会放弃。现在莫名其妙的被追上，又开始了新的回合。这一次长达20英里的追逐，两人是真的跑爽了。这位5星老哥凭借一辆摩托和阿瑟战的是难舍难分，而当老哥终于意识到高速上占不到优势，他再次回到了市区，看看换个地图能不能将阿瑟彻底甩开。但他似乎忘了刚才在上高速之前自己是如何被阿瑟拿捏的。瞧瞧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能贴贴，这老哥至少要在地上倒8回。这老哥真应该感谢一下不让贴贴的规定。现在当地的队友已经到达前方，阿瑟怕老哥调整方向，连忙封住他的走位。老哥果然上当，选择了继续直行。这样一来，支援的队友很快便能赶来，多人合力肯定要更加容易截停。此时老哥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或许是他对这里的地形也不够熟悉，只是一味的加速想要将阿瑟甩开。但是老哥还没走多远，前方的氛围灯便亮了起来。老哥一看情况不对，立刻调转车头走小路。等了这么久才等来的机会，阿瑟立刻开始行动，超过老哥，想要强行将他逼进沟里。但这位老哥毕竟是5星大佬，控车的能力相当过硬，又一次避开，钻进了一条更窄的路。好在这一次阿瑟不再是一个人，队友们在第一时间补位，正好让跑了20分钟的马修斯可以休息一会儿。怎么停车了？等会儿太刺眼了，先帮你们把光调一下。原来是这老哥对这里的地形不熟，7拐8拐钻进了一条死胡同。天上的队友想要制服老哥，没成想这老哥居然力大无穷，3人合力都无法将他完全控制。赶到的马修斯连忙补了2发新能源武器，但老哥的衣服太厚，根本打不穿。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使出最原始的方式。没有想到这位马修斯警官不仅精通车技，对于拳脚也是相当擅长，也怪不得没有公布随身记录仪。最后经过调查，这位老哥名叫穆罕默德·伊尔亚西亚，他在被送往监狱之前先去了一趟医院。可见阿瑟对这个差点让自己掉星的家伙并没有手下留情。由于没有更多的菜单细节，所以并不知道老哥具体所犯的事情。可惜的这位老哥就差一点就能消星，最终还是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结束了这场匹配。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本期的内容，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在此友情提醒各位，本视频为反面案例，请千万不要模仿。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